一辈子吃错粗粮，真的会害惨自己。好多长辈以为把白饭换成粗粮，血糖就稳了，结果呢，越吃血糖跳得越厉害，有时候长得比白米饭还快，吃还猛。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今天我把行业里大家不敢直说的粗粮真相一次讲透讲明白。开头我先给你一句颠覆认知的话，市面上超过一半你天天吃的粗粮根本不是真粗粮，是披着健康外衣的假粗粮，种类选错，做法用错。你再怎么忌口，再怎么控制血糖，通通没有用。我见过太多长辈每天早起熬一大锅粥，顿顿吃糯玉米、糯小米、黑糯米，心里觉得自己超养生，超会控糖，殊不知一步一步踩进升糖陷阱，血糖越控越糟，人也越来越累。到底哪些是真粗粮，哪些是假粗粮？为什么煮粥打成粉？健康粗粮会变成升糖炸弹。糖友挑水果只看低升糖指标，到底错在哪里？三餐粗粮怎么分？比例怎么配？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一辈子吃主食都不会再踩雷，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我跟身边好多叔叔阿姨聊过，发现一个最普遍最扎心的事，大家都以为血糖不稳，要控糖就得多吃粗粮，少吃白饭。三餐摆出来不是燕麦、玉米，就是红豆、黄米，要么熬得软软烂烂一大锅粥，要么混在白米里煮五谷饭。心里觉得我把细粮换粗粮，餐后血糖一定稳稳的。这个大方向不算错，粗粮确实能放慢餐后血糖往上冲的速度，不会像白饭那样吃完血糖一下子飙高，一下子又掉下去，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刺激。但是你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关键最要命的重点，不是所有粗粮都适合控糖。粗粮这一大家子好坏参差，有真正适合糖友能长期吃的好粗粮，也有外观跟真粗粮一模一样，实际升糖速度比白米还快的假粗粮。普通人偶尔吃一点没大碍，但血糖本来就敏感，甚至已经有糖尿病的朋友长期吃错假粗粮，你再怎么忌口，再怎么少吃饭，血糖一样控不住，完全白费功夫。很多人去超市买五谷杂粮，看包装上写粗粮、养生、五谷，就直接丢进购物车，从来不会仔细看品类、看特性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像大家最常买、最常吃的小黄米、大黄米、糯玉米、黑糯米、紫糯米，这些带个糯字，吃起来软软黏黏的，外观是谷物，归类是粗粮，但通通都是假粗粮。很多人纳闷，同样是谷物，为什么带糯的就不行？我讲的白话一点，你们马上就懂。主食里最主要的成分是碳水化合物，碳水的核心就是淀粉，而淀粉又分两种，一种叫直链淀粉，一种叫支链淀粉。直链淀粉结构像一条直直的线，排得整整齐齐，紧紧的，肠胃不好消化，分解慢，糖分释放也慢，吃完血糖就平稳。支链淀粉呢，像树枝一样，到处分叉，松松散散，一煮就烂，一进肚子就被快速分解，糖分一下子全跑进血液，血糖马上飙高。所有带糯字的谷物十全是支链淀粉占比超级高的种类，吃起来软绵绵，粘牙不是好事，是升糖快的信号。身体健康、血糖平稳的人，偶尔吃一小碗糯玉米、糯小米，不用太紧张，控制好分量就好。但血糖敏感、容易波动的朋友，天天吃、顿顿吃，血糖绝对失控。这不是吓你，是我见过太多真实案例。我教你一个最简单，在家就能做的小实验，一看就知道真假粗粮差多大。你把大黄米跟普通白米一起下锅煮，同样的水量，同样的火候，你看大黄米煮个5分钟就开花软烂，15分钟就黏糊糊，20分钟直接变成浓稠的粥。反观白米煮10分钟还是颗粒分明，
要煮30分钟才会有一点粘稠感。这就证明了钾粗粮糊化速度、消化速度比你害怕的白米饭还要快。还有很多长辈最爱早上煮一碗黄米粥，觉得好消化、养胃不伤身。我教你再做个小测试，准备一碗白米粥，一碗黄米粥各滴几滴碘伏，你会发现2碗粥颜色变化几乎一模一样，深浅差不多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黄米粥里容易分解、容易升糖的淀粉，一点都不比白米粥少，对血糖的伤害几乎没差。很多人一辈子都被粗粮粥养生骗了，越吃血糖越糟。这里我顺便纠正一个超多人都有的错误观念。很多长辈晚餐不吃饭，只喝一碗粥，觉得粥软好消化，胃没负担。其实这真的不是好事。粥不用嚼，直接吞下去，有些米粒没煮透，反而容易胃胀、反酸、不舒服。更重要的是，血糖不好的人绝对不能早上空腹喝粗粮粥，拜空腹时。肠胃吸收速度本来就超快，粥里糊化的淀粉一下子全进血液，餐后血糖直接飙到顶，想降都降不下来。正确做法超简单，食材先吃蛋白质垫一垫肚子，再喝小半碗粥，绝对不能空腹猛喝。除了食材本身有真有假。第二个超级大坑就是煮法、加工方式。就算你买到真的好粗粮，做法错了，照样变成升糖炸弹。像燕麦、薏仁、绿豆、扁豆，这些都是公认的好粗粮，整粒煮得硬一点，颗粒分明，升糖指标都在安全范围。但你一旦把它打成粉，用滚烫热水冲成糊糊，升糖指标直接往上涨，涨个1成到6成都是常有的事。我跟你说一个更夸张的例子，有一种好粗粮，整粒吃升糖指标只有23，超安全。打成粉冲糊之后，直接飙到72，涨幅高达2倍，差这么多，你敢吃吗？很多上班族早上贪方便，冲一杯五谷粉代餐，觉得健康，省时间，长期下来，血糖不知不觉就乱了，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是不是粗粮粉完全不能吃？也不是，你只要换个东西冲，就能把升糖速度降下来。很多人直接用热水、冷水冲，只有水，没有别的营养，淀粉吸收超快。你换成拽温牛奶、无糖豆浆水冲就完全不一样。牛奶有蛋白质、有脂肪、有钙，这些东西在肚子里形成一层保护膜，放慢淀粉分解糖分的速度，血糖就平稳多了。优先选温牛奶，其次是无糖豆浆，口感好，营养够，血糖不乱跳。分量也要控制好，一平勺粗粮粉配150毫升牛奶就够，粉太多负担还是重，血糖照样飙。你现在几点刷到这支影片？留言跟我说几点，在哪个城市，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讲完主食粗粮2大陷阱，我再跟你讲第3个，所有人都搞错的大误区，爱水果控糖陷阱。很多糖友都知道，高糖水果不能吃，专门挑那种标示低升糖指标的水果，心里觉得只要是低升糖水果，我随便吃，吃再多都没事。这是大错特错，升糖指标只代表一小口食物的升糖能力，真正决定血糖高低的是血糖负荷。血糖负荷怎么算升糖指标？乘以水果本身含糖比例，再乘以你吃的分量，这才是对血糖真正的影响。我给你举2个超直白的例子，你马上就懂。第一个例子，西瓜升糖指标高达76倍，属为高升糖水果，但是西瓜含糖只有 8%到9%， 绝大部分是水，你吃100克，血糖负荷只有 7.6， 低脏时属熬低负担。血糖平稳的人吃一点完全没问题。第二个例子，西梅钱升糖指标只有34，标准低升糖，但它是脱水的，糖浓缩了，你吃100克西梅钱，血糖负荷直接到21，比西瓜伤血糖多了。红枣钱更夸张，
升糖指标56，不算高，但含糖高达 68%， 一颗小小的。血糖负荷就有38，比很多甜点还可怕。香蕉、流帅、芭蕉，升糖指标不算高，但血糖负荷中等，吃多了血糖照样乱。真正适合糖友可以安心吃的是发升糖指标低、血糖负荷也低出来的水果，像苹果、梨子、柚子、百香果，这些日常适量吃没问题。但记住一句话，爱没有任何水果可以无限吃，摘就算是柚子、苹果，一次吃太多，糖分超标，血糖照样往上走。高升糖的西瓜也不是完全不能碰，控制分量，浅尝辄止就没大碍。最可怕的是，以为低升糖就乱吃果钳，最后血糖失控还找不到原因。还有现在年轻人、长辈都爱吃的蔬果钳，是果脯，大家觉得是天然水果做的，解馋又健康。我老实跟你说，市售90%以上蔬果钳都额外加糖。加油，就算原本是低升糖水果，加工后糖分、热量翻倍，血糖负荷超高，糖友尽量少吃，嘴馋吃1片2片就好，绝对不能当零食囤，随便吃。最后我给你整理一套最实用、最简单，照住做就不会错的粗粮使用5大准则，兼顾血糖稳、肠胃舒服、口感好，不用委屈自己，也不会吃错伤身。第一点，粗粮别集中一餐猛吃，早中晚3餐平均分发，每餐1点，血糖最稳，负担最小。第二点，粗粮细粮一定要搭住吃，别只吃粗粮，别只吃细粮。输糖有最合适比例，粗粮比细粮1:1，或是2:1，粗粮60%，细粮40%。口感好，不胀气，血糖稳，只吃粗粮又硬又难消化，容易胃胀、放屁，不舒服。碳水总量也没少，血糖照样乱。第三点，主食分量看生重，别看熟重。还很多人搞错，煮好一大碗饭，以为不多，其实生米才是关键。50克生米煮成熟饭大概130克，50克生面做成馒头大概75克。中老年轻度活动的人，一天主食生重控制在3两到4两最合适，3餐分，早餐1两，午餐2两，晚餐1两。晚上代谢慢，容易躺平睡觉，粗粮别吃多，避免胃食道逆流。夜间血糖飙高，更别不吃晚餐。糖尿病人不吃晚餐，容易半夜低血糖，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危险，更要命。第四点，优先吃整粒没加工的原生粗粮，少买打成粉、压成片、煮的稀烂的粥，加工越少，保留膳食纤维越多，升糖越慢，越安全。第五点，贝代诺的谷物，各种果钳蜜饯通通浅尝辄止，它别当日常主食，别当常规水果，偶尔吃一点解馋可以，长期吃，天天吃，一定踩坑，血糖乱。你平常最常吃哪种粗粮？有没有一直吃错假粗粮，自己还不知道？留言告诉我，我帮你看适不适合控糖，能不能长期吃。今天所有重点我都整理成一张重点卡片，放在影片最后，那一页超级重要，千万别划走，直接截图存起来。还很多人看完影片记不住，但你照住卡片做，效果差超多。这张是精简版，如果你想要完整、详细、能直接照做的养生小笔记，包括怎么吃、吃多少、哪些人要注意，我都放在会员专区。你可以先加入1个月试试，适合就留下，不喜欢随时能取消，没压力。后面我也会把完整笔记发成图文，方便你存，随时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有用，帮我点个赞，开个小铃铛，后面有新的健康重点，你不会错过。想要更多专属养生乾货，点影片下方加入，成为频道会员。祝大家平安健康，事事顺心，身体顾好，心情也顾好。我们下次再见。